大家好，今日咧就2020年10月27號，韓國方面咧就傳嚟消息，就話已經有48個人咧就打咗流感針之後，就好短時間就係死亡。同一時間咧 AstraZeneca 藥廠即係研製呢個新冠狀病毒疫苗嗰間藥廠咧，宣布佢哋嘅研究嘅疫苗咧喺老人家身上嗰個免疫效果咧都唔錯，同後生嘅人身上個反應咧有得比。咁呢啲咁樣嘅消息究竟應該點樣解讀呢？今日咧就同大家傾一傾。咁我哋首先咧睇一睇南韓嗰方面流感針嘅問題先，我哋睇一睇啲數字。咁喺嗰48個死亡個案裏面咧，咁就大部分咧都係啲老人家嚟嘅，70至80歲嘅比較多啲。咁佢就似乎咧應該當局咧已經做咗一啲嘅跟進研究嘅，咁當然佢未做晒啦。咁但係咧就喺譬如話9個呢啲打咗針之後短時間死亡嘅老人家裏面咧，7個咧就都有其他嘅長期疾病嘅。咁意思咧就即係話咧呢啲人裏面咧其實突然間死亡嘅原因咧可能都未必話同流感針好直接有關係嘅。咁當中咧，亦都有一啲比較特別嘅例子，其中有一個死亡嘅案例咧，只不過係17歲嘅啫。咁呢一個咧，就南韓當局咧就已經做咗驗屍報告，就發覺呢個人咧嗰個死亡原因咧係同呢個流感針冇關係嘅。咁好啦，咁我哋跟住咧又睇一睇咧呢一紮死亡個案裏面，佢哋打嘅流感針咧嗰個來源係點樣分佈嘅先。咁暫時咧，我哋就唔能夠掌握所有資料嘅。不過咧，就呢一紮死亡個案裏面咧，其中25個嘅資料咧，我哋就有喺度。咁大家聽一聽啦。咁其中咧10個人咧係打咗一間韓國廠 SK Bioscience 嘅疫苗。咁5個人咧就打咗另一間韓國藥廠叫做波雍。咁另外5個人咧就打咗另外一間韓國廠叫做 GC Pharma 呢間廠生產嘅疫苗。一個咧就打咗 Korean Vaccine， 咁好明顯係韓國公司嘅疫苗啦。咁剩翻嗰4個人咧就係打咗外國疫苗，即係法國廠 Sanofi 廠嘅。Sanofi 廠嘅疫苗咧香港都有用嘅，不過咧根據資料顯示咧，韓國嘅批次同香港嘅批次咧就唔係同一批嚟嘅。嗱咁樣講嘅話咧，如果真係疫苗有問題嘅話咧，咁佢可以係即係譬如生產過程裡面被污染啊，有細菌啊，有毒素啊，甚至你話恐怖活動啦，令到咧產生呢啲問題。咁嗱，但係咧通常呢啲咁嘅嘢要產生咧，多數都係喺譬如話單一藥廠咧就即係出問題。咁譬如話呢間藥廠咧個生產過程個廠房有啲問題啦，污染咗有細菌咁樣樣。咁好少咧就同一時間咧喺唔同嘅藥廠產生同一個問題。咁亦都好少咧喺本地廠，譬如韓國嘅廠同呢個法國廠咧同一時間產生同樣問題。根據咧韓國疾控中心嘅資料，單喺舊年咧都已經有1531個老人家咧係打咗流感針之後7日之內死亡嘅。咁大家點樣睇呢個數字咧？係咪真係好得人驚呢？其實咧就好睇咧嗰個前文後理，好睇咧個背景係點樣樣嘅。其實咧大家要知道咧，喺呢段期間裏面有1000幾個老人家死咗係事實嚟嘅。咁但係大家咧亦都要睇一睇嗰個分母係幾多。咁實際咧喺呢段期間裏面咧，打咗流感針嘅老人家咧超過660萬嘅。咁裡面咧有1500幾人咧打咗針之後7日之內死亡，全部咧就做過跟進研究咧，都發覺係同流感針無關嘅。咁所以咧，大家要睇問題咧，真係要睇得比較詳細，睇得比較深一啲。咁當然咧，韓國嘅疾控中心咧，之前咧都係有啲甩漏㗎啦。第一咧就試過咧，將一批針咧就擠喺唔適當嘅溫度咧，令到咧就500萬針係報廢咗嘅。之後咧，亦都因為咧就有部分韓國生產嘅針咧，裡面咧就有一啲好似白色嘅點點咧，因為質量問題咧都有60萬針咧要回收嘅。咁當然呢啲消息咧就令到人咧就對呢個政府咧就失去信心。再者咧就新加坡方面咧就啱啱咧琴日就已經話咗咧就會停用咧
其中一種韓國生產嘅疫苗，同埋咧法國生產嘅 Sanofi 疫苗㗎啦。咁但係咧就即係大家都要記得咧，新加坡當局嘅講法咧就係話，佢哋咁樣做咧係一種預防嘅措施嘅啫，就唔係話佢哋好有真憑實據咧就證明嗰個針藥有問題。當然咧就即係研究咧就尚未完全完成啊。咁我哋咧就需要韓國當局咧就即係將所有研究嘅結果咧就公開透明咁話俾大家知咧，咁我哋咧先至能夠容易咧就減低擔憂，同埋咧就對流感針咧恢復信心嘅。咁佢其實會唔會有問題呢？我哋而家呢一刻真係講唔實，其實都有機會。不過呢，以而家掌握嘅資料嚟講呢，韓國當局覺得預防針同嗰個死亡係唔係有直接關係呢？似乎佢有佢嘅理據嘅。咁不過咧，當然咧，跟住呢一兩個星期咧，事情就會更加明朗化啦。好，咁另一方面咧，AstraZeneca 藥廠咧，佢就做嗰個新冠狀病毒疫苗咧，就話有好消息傳出嚟啦。咁就話咧，佢嗰個疫苗咧，喺大過56歲嘅群組裏面咧，身體嘅免疫效果咧，就同後生嗰一啲年紀嘅人咧，都差唔多。咁就情況相當鼓舞喎。咁嗱，呢樣嘢又點樣解讀呢？係咪真係咁值得高興呢？嗱，其實咧佢話嗰個免疫效果比較好呢。咁當然通常呢啲都係指譬如啲白血球嘅反應啊、T 細胞啊、B 細胞即係抗體反應啊，嗰啲夠唔夠咁樣樣？咁嗱，如果佢有好嘅免疫反應、T 細胞嘅免疫反應啊，或者抗體嘅量足夠呢，當然都係一個鼓舞嘅消息嚟嘅。不過我哋其實最想問嘅問題，或者最想知道答案嘅呢，就係咧究竟呢啲咁嘅新冠疫苗呢，對於保護我哋預防到新冠病毒嘅能力有幾大？呢個先至係最重要嘅。咁你就唔好成日話俾我知，話呢個呢就抗體有幾夠啦，呢個呢就 T 細胞反應有幾多啦。嗱，呢啲 OK，但係我就最想知道就係話，究竟保護能力有幾多先？咁呢樣嘢呢，先至係同我哋最有關係。就舉個例，譬如話，好似大家呢就成日話，我呢支槍呢，就或者我呢個武器呢，就幾咁犀利啦，咁啊就呢個呢就射程幾遠，咁啊呢個殺傷力有幾大，穿透力有幾高，咁啊大家呢就成日喺度鬥話自己我呢個勁啲，嗰個勁啲咁樣樣。咁其實呢，嗰啲數據就係數據，最重要一樣嘢呢，應該就話你打過先知，即係話打完之後邊個贏呢？嗰樣嘢先至係最重要嘅。因為咧數據就係數據啊嘛。其實咧最重要一樣嘢就係究竟嗰樣嘢有幾有效，咁保護我哋有幾多？因為如果疫苗嗰個效果係50%，同佢係90%有效咧，對於幾時疫情會結束咧，就會有相當大嘅影響嘅。嗰樣嘢咧，我哋咧其實而家係未知道嘅。譬如話，好似 Moderna 藥廠嘅疫苗咧，佢哋最終疫苗個保護能力有幾大咧？最終嘅結果咧，應該都要12月咧先至會有結果啊。咁另外一間咧就 Pfizer 藥廠嘅疫苗咧，似乎都要11月尾先至有結果。大家咧其實呢段時間都唔使聽太多呢啲消息，你等佢咧最 finalize 所有消息咧，嗰樣嘢先至係最重要嘅。咁至於藥廠點解成日講埋呢啲咁嘅消息出嚟呢？我唔知道喎。咁不過呢，我就講一樣嘢俾大家知。琴日呢，星期一標準普爾嘅指數呢就下跌咗2%，但係 AstraZeneca 藥廠嘅股價呢就逆市升咗1.4%。咁呢樣嘢同我頭先講嘅嘢有冇關係呢？咁大家自己可以斟酌下。好多謝大家嘅收睇，請你點讚、留言、訂閱、撳埋個鐘仔。下次再見，拜拜。